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味中文 Learn Chinese the Taiwanese Way， 我是你的中文小老师小安。我的 podcast 1岁生日了，这一年真的发生很多事，我想趁这个时机回顾一下过去一年，然后跟你们说我的感想，还有对你们的感谢。首先，我还是要教你一下中文。我刚刚说我的 podcast 1岁了，你们知不知道另外一种说法？这里除了说我的 podcast 1岁了，我们还可以说我的 podcast 1周年了。周年就是英文的 anniversary。周年跟生日不一样的是，它不能用在人身上，我们只能用在一件事情、一个组织或是一个团体上。像是前阵子英国就有发生一件大事，就是英国女王登基70周年，意思就是英国女王已经成为女王70年了。那台湾过去一年也有发生一件值得纪念的事，就是台湾文化协会这个组织成立100周年。台湾文化协会是对台湾历史很重要的一个组织。如果你有兴趣，欢迎去听我的 podcast 第35集，我介绍了一个叫做甘露水的雕像，还有一点台湾文化协会的故事。讲到这里，我就想说，做这个 podcast 很好的一件事是，它让我可以记录我生活中的大小事。我几乎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拿来教大家中文。像是我刚刚讲的台湾文化协会那集的灵感，就是从我看的一个展览来的。还有像是比较台湾跟澳洲，比较台湾跟日本的这些内容，也是从我在不同国家生活的经验来的。甚至是生活中很小、很微不足道的事情，像是 podcast 第1集，我早上的例行公事，连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，我也可以拿来跟大家分享，而且还有很多人听，我觉得受宠若惊。受宠若惊的意思是有人称赞你，或是有人对你很好，你觉得很开心，但是你又觉得自己不值得别人对你这么好，这时候你就可以说你受宠若惊。我觉得受宠若惊是因为我一直都有点担心我的 podcast 不够好，也不够有趣，但是没想到每个礼拜都还是有很多人会来听我的 podcast， 我觉得很开心。而且也有很多人写信、传讯息或是留言来跟我说，我的 podcast 对他们很有帮助。让我更受宠若惊的是，还有人愿意花钱来支持我的 podcast。不管是请我喝咖啡，还是加入我的 Patreon 每个月固定支持我，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善意我都收到了。而且也是因为有你们，我才可以持续做这个 podcast， 做到现在1周年了。所以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的话，非常欢迎你来跟我说。如果你希望这个 podcast 可以再继续下去的话，也非常欢迎你加入我的 Patreon， 而且我的 Patreon 里面有很多额外的内容可以拿来学中文哦，欢迎去参观一下。那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的 podcast 让我可以把生活中的大小事记录下来，我觉得这个 podcast 好像也变成我的一本另类的日记。另类就是英文的 alternative， 就是跟主流不一样，跟一般人想的不一样。我们说一本日记，通常一般都会想到一本笔记本或是一本书。日记的主人会把生活中发生的事写在日记里面。现在是网络时代嘛，应该也蛮多人是用打字的。他们用电脑或手机把日记打出来，但是用录音的方式来写日记，应该还是很少见的吧。我自己是没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我试过好几次，但是每次都只写几天就没有继续下去了。不过回想起来，台湾的教育体制其实会逼我们写日记耶。像是国中的时候，每个学生都会有一本叫做联络簿的本子。
联络簿通常都是写老师每天给的作业有什么，也有一个地方会叫我们写日记，然后每天回家都要给家长签名，就是给你的爸爸或妈妈签名。而且老师每天也会把大家的联络簿收去看。基本上你日记上写什么，你的老师还有你爸妈都会看到，所以想当然的，没有人会写真心话。真心话就是你内心真的在想的事情。那正是因为我很少写日记，也很少把我的真心话记录下来，所以我才会觉得能在我的 podcast 里面做到这件事情很难得，也很出乎意料。可能我几年后再回来听我一开始的 podcast， 会觉得我当时到底在想什么？我当时怎么这么不成熟？或是我当时怎么会讲出这么白痴的东西？但是这不就是写日记好玩的地方吗？那做这个 podcast 还有另外一个好事是，它会让我想做很多新的尝试。几个月前，我开始了另外一个 podcast， 叫做来句中文 Lychee Mandarin。我每一集都会从一个台湾的新闻里面抓出一个重要的句子，改写一下，然后跟你们解释句子里面的每一个词。我想借由这样的方式，让你们慢慢学会台湾新闻里的中文，而且也顺便让你们知道台湾人在关心的事情是什么。就我自己学语言的经验，我觉得要听懂那个语言的新闻真的比较困难，因为新闻里面的用字又跟我们平常生活里面用的字不太一样，通常会更正式一点。而且新闻的主题也很广泛，像是科学、经济、政治、历史，各种主题无所不包。但是也是因为这样，我自己觉得借由新闻学一个语言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。那我还有另外一个新尝试是，我开始做一系列的影片放在 YouTube 上。这个系列叫做中文怎么说 How to say this in Mandarin。这系列的影片我主要是用英文来解释中文的词，我想专注在怎么把一个英文的字翻成中文。那影片里面我也会尽量给你们很多不同的例句。我会想做这个系列是因为中文跟英文是两个很不一样的语言，所以两个语言有很多词汇是没办法直接对应的。像是我最近的影片就介绍知道跟认识这两个词的差别。在英文里面这两个词都是 know， 但是在中文里面这两个词是分开的，两个词背后的概念不一样。所以我遇到很多学中文的人都搞不清楚知道跟认识这两个词的差别。我希望借由比较英文跟中文的方式，你们可以更了解中文，而且让你们讲出来的中文更自然。最后，我想再跟你们说一次谢谢。未来的一年也请大家多多指教。希望明年这个时候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庆祝我的 podcast 2周年。所以请你继续每个礼拜收听我的 podcast 哦。你觉得这个 podcast 对你很有帮助，而且你也希望这个 podcast 可以再继续下去的话，欢迎加入我的 Patreon。另外一种支持我的方式是到我的 podcast 底下留言。你也可以到 IG 跟推特追踪我，我的账号是 The Tony's Way。最后再提醒你一下，如果你有听不懂的地方，欢迎到我的网站上看逐字稿，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里面。然后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